来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呀！哎呀呀，外面的世界好冷好冷，小熊要赶紧找到爸爸。爸爸！苍灵，你居然搞偷袭，不讲武德！这个人就是爸爸。要死了吗？还没找到师娘的孩子，我不甘心。那些叔叔在欺负爸爸，爸爸不能死，我要保护爸爸。一名活生生的大人，200多斤，就这么被拍飞了。爸，小熊不是故意的，小熊不愿意让他们欺负爸爸，想打爆他们头头，可是小熊太矮了，够不到。这软萌团子居然要打爆我们的头！第一次有人要保护我，我不是你爸爸，你认错人了。小孩子最讨厌了。不对，爸爸有小熊吊坠，我叫小熊，你肯定是我爸爸。这是师妹送的生日礼物。现在我不是你爸爸了。不管这孩子是不是苍灵的种，今天一个都不留。小熊快跑！爸爸，小熊不是故意的，我知道爸爸担心我，提醒我就是关心，小熊都懂。爸爸别怕，小熊是熊孩子，可厉害了，能保护你。熊孩子不是这么这辈子只喜欢师娘的孩子，其他孩子都是意外。妈妈说爸爸没见过我，相处久就好了，不许你们欺负我爸爸，否则小熊打爆你们的头头。小熊是熊孩子，天下无敌。这孩子一拳能打断人肋骨，惹不起。小熊真厉害。那当然，小熊是最厉害的熊孩子。我们到家了。爸爸家好穷呀，才5层楼，朋友们来住不下怎么办？看在爸爸的份上，勉为其难住下，有饭吃就行。爸爸有饭饭吗？小熊饿。师兄，这个阿姨真好看，全世界第2好看。爸爸，阿姨好漂亮。大师兄，你是不是伤得很重？赶紧进屋。居然还有个小萝卜头，刚才光顾着担心师兄，都没注意到。师兄，这是谁家的小萝卜头？太卡哇伊了，能不能给我养几天？你看，他冲我笑，他喜欢我呀。身上捡的，没爹没娘，你愿意养就养。爸爸，你又要抛弃小熊了吗？小熊已经1天没有吃饭饭了，没有爸爸会饿死。先生居然有私生女，还想抛弃他，太过分了！小熊不哭，阿姨要你，每天给你做好吃的。小熊好想吃，但不能认阿姨做妈妈，妈妈会难过的。阿姨，小熊有自己的妈妈，那叫姑姑吧。阿姨是爸爸的妹妹哟。姑姑真好看，小熊有姑姑啦。爸爸好帅呀，是小熊见过最帅的男人。哟，咱们林总的魅力不小啊，连小孩子都为你着迷。真好吃，真是饿死小熊了。这个陌生地方，我只认识爸爸，只信赖爸爸，就等着爸爸投喂我。自己没有手吗？非要别人喂，怎么这么娇气？自己吃。小熊就要爸爸喂，就要爸爸喂。这孩子到底哪来的？真是捡来的，捡来的。没有爸爸妈妈，那感情好啊！我来养。连续3年许愿，想要一个可爱的小宝宝，今年终于实现了。叫，不怕把嗓子喊破吗？别理姑姑，她就是个人来疯，以后看到她躲远一点。爸爸会抱我喂我，还会擦我嘴角，我好喜欢爸爸。
爸爸，熊喜欢爸爸。我不是你爸爸，不过看在你救过我的份字上，我可以帮你找爸爸。这段时间你就住在这里，绝对不会让你饿肚子。大师兄，要不先把孩子交给我照顾呗？这孩子胆小，我吓到他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照顾小熊，我要把她打扮成最可爱的小公主。不，我只要爸爸，有爸爸就有饭饭吃。小熊呀，姑姑是真的很喜欢小熊，让姑姑来照顾你。来，姑姑的零花钱都给你，你要是嫌100万太少，姑姑把钱全部给你。爸爸，100万后面有几个00？我太小了，没有什么概念，妈妈就用0的个数来教我的。爸爸，那你的钱后面有多少个00？还行，也就11个0。妈妈好像说过，没有12个00养不起小熊的。爸爸，你好穷呀！不过你放心，小熊会快点长大，挣钱给你花。小熊，你看，手只有10根手指，但爸爸的钱比10根手指还多，这说明什么呀？努力想一想，小熊这么聪明，肯定可以猜出来的。小熊知道了，是基因突变，存款不听话，多长出1根手指头。什么不听话？存款又不是人。真好奇这个小脑袋瓜里究竟在想些什么。姑姑不伤心哈，小熊长大了也会赚钱给你花的。哎呀，姑姑亲了小熊，小熊会对姑姑负责的。小熊，你怎么对姑姑负责啊？小熊会努力挣钱娶姑姑回家的。电视上说了，亲了别人是要负责的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身相许。我现在还小，会快长大娶姑姑的。开饭了，范范。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范故，二者皆可抛。好香呀！比妈妈做的好看，就是有点少，只能吃个半饱饱。加餐，再整1只烤羊腿。爸爸，我以后会挣钱养你的。好。那爸爸可以把烤羊腿换成烤全羊吗？要想仔仔干活，首先要给仔仔喂饱。小熊，你在家的时候每顿吃多少？小熊每顿2碗米饭16个菜，妈妈每顿3碗米饭20个菜。如果低于这个食量，绝对是家里太穷吃不上饭。爸爸和姑姑就在我的穷人排行榜最前面。原来是遗传，不过小熊那么大力气，吃这些也不算多，没问题。姑姑做主了，把烤羊腿换成烤全羊，最大的那种羊。谢谢姑姑，姑姑万岁岁！小熊不光力气大，小嘴也像抹了蜜一样甜。去弄1只烤全羊，再端来水果糕点。大师兄，我才是你的白月光，你也太偏心了，都不看我一眼。姑姑别难过，小熊为你承包整片鱼塘。这话怎么有股霸道总裁的傻缺味儿？我可是霸总小说骨灰级粉丝啊！小熊竟然抢我这个现实版霸总的台词。先生小姐，好消息，你们的小师妹回来了。真的吗？小师妹是谁啊？我还有个妹妹吗？千真万确，前天做了 DNA 检测，昨天被接回穆家，今天入了穆家族谱。师娘的孩子，我们日思夜想的小师妹终于找回来了。小熊，过几天爸爸要请一个小姐姐来家里做客，可以吗？是小师妹吗？是的，过几天爸爸接她来家里，小熊要好好照顾小姐姐，好吗？好的，保证完成任务，可以见到现实中的小朋友了，好开心！我要请她吃烤全羊，和她做好朋友。好香呀！待会儿趁着大家不注意时，我要吃1颗。妈妈说了，不能浪费。姑姑，小姐姐好看，爸爸会不会嫌弃小熊，更喜欢小姐姐？不会啊，爸爸最喜欢小熊。姐姐打扮好看，小熊聪明能干，你们各有所长，没必要自卑的。小熊这是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小姐姐你好，我叫小熊，你真好看，我们做朋友吧。我操，这个小傻瓜居然喜欢我，刚才是害羞吗？还好，这样就能得到苍灵的信任了。小熊妹妹好，你好可爱，我也喜欢你。没有啦，小姐姐更好看。不，小熊妹妹可爱。才不是，姐姐好看。师兄你看，2个小家伙开启商业互吹了。我们进屋吧。漂亮小姐姐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等我得到穆家，成为人上人，就把这些人统统踩在脚下。姐姐快看，小老虎好可爱。什么小老虎？这个土鳖连小老虎都没见过，看在苍孙的份上勉强捧着它。小姐姐，我们去吃好吃的吧。好。小熊最喜欢吃红心柚了。小熊妹妹，你爸爸不会说你吗？
小姐姐，你几个意思？这个小土标是货真价价实的2岁半小孩子，拿捏他手到擒来。前世我纵横娱乐圈，靠着顶尖茶艺说服一众导演制片，拿下诸多帅哥演员。对付这个小土族很简单。小熊妹妹别着急，慢慢吃，这里都是你的。爸爸说小姐姐的妈妈喜欢吃，小姐姐肯定也喜欢。小姐姐怎么一口柚子都没吃？难道爸爸猜错了？我不是穆家亲生骨肉，当年亲生父母杀害了穆夫人的孩子，把我送进了穆家。我必须讨好师兄师姐，拿下穆家，绝不能回到以前那种吃不饱穿不暖、受尽欺凌的日子。我不甘心。小姐姐怎么突然变脸了？你身上的气息好恐怖，小熊好怕怕。小熊妹妹对不起，听你提起妈妈，姐姐有些难过。姐姐的妈妈过世了，再也见不到了。原来姐姐没有妈妈，好可怜哦。没妈妈的孩子会被人欺负的。没关系的，小姐姐，我妈妈说人死后会变成星星，你想妈妈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她。凭我对霸总小说的了解，小熊十有八九是真正的穆家骨血，时间爱好年龄都对得上。穆家是我的，万贯家财大佬师兄师姐也是我的，谁敢抢我就毁了谁。小姐姐的眼神好可怕，像电视里的坏人。妈妈不在，我要保护好自己。小熊妹妹，姐姐也想吃柚柚，可以给姐姐吃一点吗？小姐姐，你的声音好可怕，像人贩子。小熊要去找爸爸。小熊妹妹，你不想给姐姐吃就算了，怎么可以浪费粮食？小姐姐冤枉人，小熊没有，明明是小姐姐你没端稳，怎么能冤枉我啊？我也没有，不是我弄掉的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想吃柚柚，可是小熊不许。小熊妹妹把所有柚柚都吃完了，还不许我吃。大师兄，小熊妹妹是不是不喜欢我？爸爸，小熊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小熊，你怎么可以欺负姐姐？爸爸对你的叮嘱都被狗吃了吗？小熊，快向姐姐道歉，不然爸爸不要你了。小姐年纪小，你慢慢教就是。吓唬小熊委屈，妈妈说委屈憋在心里会生病，小熊一定会证明给爸爸看。想真想。不，可小熊不是师娘的孩子，师娘的孩子是慕如雪，有 DNA 证明，还上了穆家族谱。小熊，快给姐姐道歉。爸爸是站在坏姐姐那边的，坏姐姐要害小熊。小熊没有欺负她，小熊是好孩子。爸爸冤枉人，爸爸不可爱了，我不喜欢爸爸了。哎，小熊力气极大，那一拳头下去，小师妹必死无疑，绝不能让她出事。爸爸果然不喜欢我，更喜欢坏姐姐。欺负小熊，打爆你的头头！我一直以为他很好对付，没想到这么厉害。要是被他打到，我根本没命。以后再敢冤枉小熊，小熊一定打死你！派人来齐援，把慕如雪送回穆家，这里不适合她待。吵，有什么好吵的？查监控看看，难道监控来防我的？小熊是主，小师妹是客，不管怎样，小熊都应该有主人的教养和规矩。不肯承认小熊是自己的崽儿，却一口一个闺女，主人真是个闷骚男。客随主便，小师妹她哭哭啼啼的柔弱表现，不是明摆着搞事情吗？典型一朵硕大的白莲花，师娘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性情豪爽，做事干脆利落，能动手从来不吵吵。小熊倒很像师娘。按理说，师娘那么优秀，亲手带大的孩子不可能唯唯诺诺、哭哭啼啼。但我检查过 DNA 报告，是真的。不重要了，小师妹在穆家，小熊在七园，不让他们碰到一块就好。保生艰难，没有一口奶奶是白吃的，让小熊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活生生的大冤种受气包，你是怎么当爹的？小熊，姑姑来了，姑姑想和你聊聊天，可以吗？姑姑，你进来吧。刚才的事姑姑都知道了，不是小熊的错，姑姑狠狠批评过爸爸了，爸爸知道自己错了，还把小姐姐送回家了。小熊是冤枉的，坏姐姐再欺负小熊，就打爆她的头头。小熊不要难过了好不好？姑姑陪着你。小熊也有错，要是小姐姐不使坏，我们小熊怎么会犯错呢？我们小熊这么乖，一定都是别人的错。姑姑，这话妈妈也说过。小熊，你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可以和姑姑讲讲吗？小熊答应过妈妈，不告诉任何人我们的生活，对不起姑姑。唉，保生艰难，没有一口奶奶是白吃的。没关系，以后跟着姑姑，姑姑给你买零食，讲睡前故事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姑姑，大人不能骗小孩子的，虽然小熊是2岁半的小大人，也不可以骗的。不骗不骗，今晚就开始给小熊讲故事。姑姑，拉勾勾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骗人是小狗。
盖完章，协议生效。姑姑先去看看爸爸，给你拿好吃的来。睡前故事什么的，当然是爸爸妈妈一起讲。第一次实现零食自由的小崽崽，兴奋得快要飞起来。宝宝有点后悔了，还来得及吗？爸爸冤枉小熊，现在还不想原谅爸爸。小熊宝贝，姑姑已经帮你报仇了，原谅爸爸一次好不好？看什么看？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，不想待可以滚蛋，没人稀罕你。姑姑，小熊现在有一点点想原谅爸爸了。臭直男大师兄，今天把小熊欺负哭了，真想抽出40米大刀砍死你这王八蛋，骂你2句算轻的。妈妈说，一个男人不会怕一个女人，那叫包容和忍让。这个男人肯定很喜欢这个女人，非常非常喜欢。小熊发现个了不起的大秘密，爸爸不喜欢妈妈，喜欢姑姑。妈妈的头会不会变成绿色了？小熊，爸爸要开始讲故事喽。孙子兵法。爸爸不许骂人！爸爸不仅帮坏姐姐欺负小熊，还骂人，太过分了！我什么时候骂人了？什么时候？老子是王蛋，孙子是龟子，都是骂人的。小熊不是小孩子了，小熊都知道的。大师哥用孙子兵法给小朋友讲睡前故事，这沙雕的行为，亏你能干得出来。小朋友听不懂，撞枪口烧吧。爸爸没有骂人，孙子是个著名的人，有很强的带兵能力。姑姑，君君那么小，为什么小熊没有见过呢？爸爸和姑姑见过吗？可以给小熊讲一讲吗？小熊不是什么屎，是打仗的，带兵的。打仗，蚊帐，爸爸这里没有蚊帐呀。爸爸你好穷，吃不起饭，连蚊帐也没有。唉，生活不易，宝宝叹气。小熊家里有5201314个房间，8888个厨房，666个客厅，很多好吃的，很多美丽的花，出水的喷泉。就住在地下，没有温暖的阳光，特别冷。几百万个房间，各种配置应有尽有。这哪是别墅，比皇宫也有过之无及。等等，小熊，你说家在地下，没有阳光，还特别冷，不会是陵墓吧？如果是，那小熊，你知道你家的存款上有多少的00吗？姑姑，存款是什么？是那个基因突变多出一根手指头的人吗？家里只有妈妈和小熊，没有不听话的存款哦。小熊，你们家很有钱吗？家里的钱只可以养10个小熊。可能只有5201314个房间，骗小孩子呢。宝宝很值钱的，12个00呢，比手指头还多2个。真的，小熊没有撒谎。妈妈说小熊很不好养的，没有12个0的钱养不起小熊。从小到大就只见过妈妈一个人，不过家里有很多小动物，有老虎、狮子、长颈鹿，还有可爱的小老鼠。姑姑不怕哈，没有雷雷。什么雷雷？打雷雷，妈妈会害怕，就会抱紧小熊。我以为姑姑害怕是要打雷雷了。网上说，鬼怕打雷，鬼怕斗雷。小熊，你妈妈吃豆子吗？不吃，小熊也不喜欢吃豆子，可难吃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妈妈说那是坏喜欢吃的东西，坏人是谁，小熊也不知道。小熊妈知道，妈妈说坚决不喜欢。小熊妈妈去哪里了？怎么没陪你一起？妈妈去了一个叫天堂的地方了，离家好远。小熊想妈妈才出来找爸爸的。小熊是最厉害的熊孩子，饭要自己吃，事要自己做，钱要自己赚。哼，好香呀，想吃。这是我爸爸的树，就是我的树，我也可以捡。小姐真是了不起，这么小一点就能拿得动电动机，不愧是先生的女儿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捣乱啊，不许打扰我哦，我还没有想好。爸爸，你也要捣乱吗？不过这棵树小熊先看到的，你不许碰，看我也没用，我是你永远得不到的崽崽。这孩子种子有点傻。崽崽，你在玩火。姑姑，不要挑战崽崽耐心。小熊啊，你要做什么？姑姑来帮你呀。咱们一起捣乱，不带爸爸玩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唉，这是个悲伤的故事。姑姑，剪刀被爸爸拿走了，爸爸生气了，说明我捣乱成功了，太好了。这孩子有病，有大病，得治。崽崽，姑姑帮你，以后不许欺负小熊哦，不然小熊就把你的树全都剪成熊，把你的饭都吃光光，气死你！这哪里是捣乱，分明是园艺展示，太可爱了。小熊，姑姑爱死你了，不用验 DNA 了，这明显不是你的种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叫我爸爸，而你只是姑姑。以后你负责挣钱养家，我负责带孩子。不用，小熊挣钱养爸和姑姑，爸爸那么穷，连饭都吃不起，还是我养他吧。又在吐槽爸爸穷，身价1000亿的我。在他眼里居然这么穷。好，姑姑等着崽崽挣钱，崽崽打算怎么赚钱养姑姑啊？小熊要直播，那小熊可不可以透露一下要直播什么呀？姑姑，小熊要直播
坏弟弟，小熊讨厌你，屁屁不痛哈，小熊已经给你报仇了。快来人，立刻安装防滑大理石地面，再摔到小姐，就让你从公司消失。叔叔阿姨你们好，我是小熊，熊孩子的熊哦。小姐好可爱。没有啦，是叔叔阿姨们眼光好。只是带他体验一下，舍不得他被聚光灯灼伤眼睛。老板，您这哪里是来直播，分明是来秀娃的，太虐了。大师兄，小熊妹妹，你也来了，小蠢货，上次运气好，今天就让你名誉扫地。爸爸，小熊没有欺负坏姐姐，你不许凶小熊。才2岁半，对自己下手都这么狠，师娘怎么会教出这样的孩子？爸爸，凶小熊的时候，可不可以不要在坏姐姐面前？别怕，爸爸不会凶你的。你犯错了，爸爸也会和你讲道理，不会凶你的。耶，爸爸最好了！坏姐姐，我才是爸爸最爱的仔仔，你冤枉我也没用。大师兄，明明是小熊妹妹先抢我的东西，这里也是我先来的，你偏心。妈妈，我要妈妈。你胡说，你冤枉人！西园是我家，这里是我爸爸的公司，都是我的，我不甘心。爸爸，小熊要直播挣钱，我们快点直播吧。卢雪，你不想待，我命人送你回去。林总，小姐要直播什么？小熊要直播胸口碎大石，小熊很厉害的，打跑了很多坏人。用真实的。好的。哇，好可爱的石头，就是有点无辜、弱小又可怜。小熊现在可以开始表演吗？可以了。小石头乖乖哦，放心，小熊很厉害的，一下就好了。爷爷，这个石头太小了，我都没有用力，再找一个和我一样大、一样重的大石头。这块石头好，小熊喜欢这块石头。大石头不要怪我哦，小熊这次出2分力气，很快的哦。石头还是太小了，太软了。小熊很厉害的，为什么不相信我？还知道怕？爸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刚才就使出了一点点力量。爸爸，你太弱了，需要多锻炼。小熊每天跟着妈妈锻炼，一拳可以打死1头老虎。你要向我学习哦。还是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吧。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大家再见。晚来几分钟都要痊愈了，壮得跟头牛一样，拍什么片子，浪费医疗资源。医生叔叔，我爸爸太弱了，需要检查一下的。叔叔，我们要买药吗？我爸爸很穷，快买不起药了。小朋友，你这是在隐形炫富吧？林总身价1000亿，会买不起药？爸爸，对不起，下回我不打你了。哎，没有钱的日子好难过呀。大熊叔叔，奇怪，大熊叔叔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小熊，老大，他们要追上来了。走，追！一定要追到他们，不杀他们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别等了，说不定姑姑今天晚上不回家。没关系，待会儿我给姑姑打个电话。爸爸彻夜不归，小熊都没问过一句，对师妹倒是这么关心，没天理。爸爸，你的伤还没好吗？不对呀，妈妈的药很管用的，以前我骨折了吃1颗就好啦，难道要过期啦？爸爸，对不起，我给你吃的药可能过期了，你肚肚痛不痛？你告诉爸爸，药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妈妈做的呀，1颗要9个00呢。1颗要9个00，世界上没有这么贵的药。妈妈到底是谁？你妈妈是药师吗？居然还会研制药，太厉害了。不知道呀，反正妈妈会的东西可多了。大熊叔叔出生时，他妈妈是不是也看到了大熊猩猩，才给他取那个名字呢？在想什么？想大熊叔叔啊。大熊叔叔是谁？不知道啊。大熊叔叔说自己是 AI 机器人，可以帮助小朋友实现愿望。1年半前，手表突然亮了。大熊叔叔问我有什么心愿，我想吃零食，他就教我怎么和妈妈斗智斗勇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帮助，这个大熊叔叔极有可能是小熊的亲生父亲。小熊想大熊叔叔了吗？小熊想吃零食。要您好，出替大熊的细节。那个大熊叔叔极有可能是小熊的亲生父亲。爸爸，有大熊叔叔，你也还是仔仔最爱的男只。喂，大师兄救命，有人要杀我！你在哪？管家，吩咐所有人，5分钟内我要知道大小姐在哪里。大小姐在遇见酒吧，赶紧备车。爸爸，我也要去，我要保护姑姑。姑姑是我要娶回家的人，自家人必须护着，别人不可以欺负她。小熊，乖乖在家，爸爸去把姑姑接回来。
我力气大大，是最厉害的熊孩子。厉害是真的厉害，傻也是真的傻。这位先生，你家小朋友今年几岁？我有个5岁的外甥。是来抢孩子的。先生，有话好好说，想订个娃娃亲。先生，你是在找人吗？我是这里的老板，有事可以跟我说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逛逛。爸爸为什么说谎？别抬头，这里人贩子多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先生别客气，把这儿当自己家。我先走了，随叫随到。先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吗？苍林可是一世最年轻的钻石王老五，一定要伺候好。我找苍玉，她来过这里。苍幽小姐，是不是一个很高很瘦、年纪轻轻、长发飘飘、看起来很文静优雅的女孩？你见过她？先生，你妹妹险些把我们酒吧给砸了。你们惹到她了？爸爸，我们快点去找姑姑呀！苍幽被纨绔子弟调戏，卸了对方2条胳膊，砸了酒吧，被冯总的贴身保镖抓住，关在小黑屋，等着家属拿钱赎人。打架居然输了，丢人！爸爸，我也要去小黑屋。不行。姑姑，你别怕，小熊来救你了。姑姑乖乖，不哭不哭哈。他们是谁？先生，他们是冯总的人。快演，我要变身超级熊熊，为姑姑报仇。爸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们没有钱赔不起怎么办？我这侄女力气就是大。别套近乎，该赔的1分都不能少。叔叔，你们家需要小朋友吗？我力气很大，不能不要让我爸爸赔。胡说什么呢？是他们赔咱们钱。爸爸，你是不是又狗仗人势欺负叔叔了？是啊，爸爸狗仗人势，第一个就把你扔进大水池。没关系，我会游泳，不怕。那就扔大海吧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是我一个人去，还是大家都去？最好还是我一个人，好玩。这孩子有病，有大病。你知道海里有大鲨鱼很危险吗？大海很好玩的呀，我妈妈说她最喜欢去大海，海里有比大房子还大的鲨鱼，可好吃了。海里有鱼，鱼之大，一锅炖不下。鲨鱼真的很好吃，去年生日妈妈给我吃过，妈妈说只要比它凶就不可怕。姑姑，今年我生日，抓一条鲨鱼给你吃，你就知道我没有说谎了。以前觉得师娘最会吹牛皮，现在看来比师娘还厉害。我小侄女胆子挺大的，连鲨鱼都想吃，不错不错。小侄女慢慢吃，叔叔家很有钱的，管够。谢谢叔叔，叔叔你家的钱有几个零零？比你爸爸多了1个零，12个吧。果然，全世界爸爸最穷。果然，全世界爸爸最穷。小侄女，叔叔是不是很有钱？以后要不要到叔叔家来玩啊？叔叔，你笑得好奸诈，像片小红帽的大灰狼。没关系，不去叔叔家，叔叔还是很喜欢你。谢谢叔叔。冯总，关于赔偿的事，我让律师和你谈。今天太晚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大兄弟，我侄女防范意识强，但你们也不能放松警惕。哎呀，叔叔不要再摸我的脸了。虽然它是钛合金做的，够厚、够强、够无耻，可是你的手比我的脸粗糙，会破的。小熊，你的脸为什么是钛合金做的？妈妈说的。那你妈妈还做过什么？妈妈做的可多了，她下海抓过鲨鱼，上天看过星星，还有，小熊闷闷，胸口难受。小熊不怕，姑姑在这儿，姑姑抱你去阳台走走，咱们就不闷了。姑姑困，不想起床。不想起就不起，继续睡吧。太亮了，窗帘不遮光，我睡不着。赶紧的，换个遮灵度100%的粉色窗帘。磨磨唧唧干什么？连个好窗帘都买不起，要你有什么用？爸爸这就去换窗帘。我们忍耐一下，新窗帘很快就来了。姑姑，肚饿了，要吃饭。好，我们下去吃饭。可是姑姑，我还没有刷牙、洗脸、抹香香。我要开动啦！爸爸带你去散散步。
爸爸不要散步，肚肚会饿。我要游乐场，我要小朋友。爸爸带你去游乐场，今天就去，马上就去。好耶！爸爸终于大方了一次。游乐场好，小熊可以和好多同龄小朋友玩耍了。小朋友要小朋友。好，咱们去见小朋友，出发。小朋友，我的小朋友。爸爸，我们玩了这个，还有钱吃饭吗？当然没有啦，不过咱们可以去街上讨饭。爸爸，你为什么这么穷呀？姑姑有钱，姑姑家的钱有13个00，足够养你了。姑姑，以后小熊就跟你混了。驾！牛马跑快些！你是魔法师吗？真的变快了耶！没有啦，我是超级熊熊，不是魔法师哦。师兄师姐，师兄师姐，你们也来玩吗？我可不可以和你们一起？不可以哦。小熊不喜欢你，难道身份暴露了？不对，要是暴露了，他不会这样对我，只是偏心小蠢货而已。不可以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习惯了。哎呀，姑姑坏，虽然小熊很可爱，但这里人太多了，你克制一下嘛。哎呀，小熊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呢？姑姑爱死你了。姑姑，我们回家摸。哟，我们家仔仔还不好意思呢。小熊妹妹真幸福，有师兄师姐的陪伴和关爱。妈妈活着的时候，我也很幸福的。你爸爸让你住别墅，拿黑卡，倘若这样不幸福，我找一对敦厚慈爱的夫妇收养你，给你想要的幸福，怎么样？不要我了吗？和妈妈一样永远离开我。哭了，坏姐姐又要害人了，我们没有欺负她呀。爸爸是我的，你有自己的爸爸，为什么还要我爸爸带你一起玩？我们一点都不熟。都怪小蠢货，害我这么丢脸，不可饶恕。你去吧，我带小熊回家。小熊，我们回家喽。姑姑，爸爸和坏姐姐走了，爸爸是不是更喜欢坏姐姐，不想要我了？我喜欢爸，不想和爸爸分开，仔仔好难过。爸爸，我好想爸爸。爸爸，我要和你一起睡。好，爸爸陪你睡。我要乖乖看书，等爸爸洗漱完，和爸爸一起睡觉。爸爸好帅，是我见过最帅的人。这么好看的爸爸，不能让坏姐姐抢走，我必须主动出击。爸爸，我要和你结婚。你知道什么是结婚吗？知道呀，妈妈说，结婚就是要睡在一张床上，永远在一起。汤领先生，你愿意娶小熊宝宝为妻吗？从此好吃的好玩的都归他，洗衣做饭家务全归你。如果我不愿意，你怎么办？爸爸为什么不愿意呀？我很可爱的呀。妈妈说男孩子挣钱养家，女孩子吃吃喝喝。你接受了我的零食，以后就是我的人啦。小熊，你爸爸结婚了，就不可以喜欢别的小哥哥，能做到吗？能做到，虽然不能喜欢小哥哥，但可以喜欢鞋姐姐、漂亮阿姨和姑姑。我真是机智的仔仔。明指戴不下，可以换一根手指。爸爸换哪个手手呢？电视上叔叔只给阿姨戴这根手手。这样啊，那爸爸给小熊戴吧，就当做爸爸向小熊求婚。我和爸爸结婚啦，以后爸爸就是我一个人的，谁也不许和我抢。爸爸和我一起睡觉，还喂我吃零食，爸爸简直太好了。要不要和爸爸一起去公司上班？什么是上班？上班就是挣钱。要去，挣钱养爸爸和姑姑。好，咱们先吃饭，吃了饭去上班。好的。我想死你们了。爸爸是胖叔叔。冯总有事儿。我不是得罪了苍优小姐吗？今天来讨论赔偿，顺便看看我小侄女。我小侄女好像又可爱了一点，瞧这小眉毛，长长的真好看，小脸蛋软软的，好想戳戳。叔叔也更加肉了一点点。小侄女太萌了，叔叔爱死你了。小侄女，嫁给我外甥吧，叔叔家的钱都是你的。爸爸不要生气，我们结婚了，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的。没错，这辈子小熊都要和爸爸在一起。咱们不喜欢小哥哥。我说大兄弟，你也太抠门了，居然送小嘴女易拉罐拉扣，是不是没钱？要是没钱跟哥说，哥马上注资你的公司。100亿够不够？1000亿对哥来说也不是事儿。这混蛋分明是故意寒碜我。叔叔，我爸爸很穷，没钱没势，无辜弱小又可怜，风一吹就倒。叔叔，你不给爸钱了吗？大人说话要算话，不然就是小狗狗。汪汪汪！哪能啊，小侄女，叔叔可是最守信用的人，马上就给你爸爸转钱。喂，投资西然集团9000亿，对，9000亿，11个0，别搞错了。冯总，大气。兄弟，多刺激刺激你，你给小侄女更好的生活。叔叔真好，我要和叔叔做朋友。小侄女，咱们现在是好朋友了。中午叔叔请你吃大餐，一定要等叔叔哦。
好的，叔叔，你快点回来，我等你。爸爸，做人要诚实正信的，我答应了可以先走哦。小熊这么单纯，只认吃的和钱，以后被人骗了可怎么办？爸爸，你别害怕，我去哪儿都会带着你的。小熊，那个叔叔是个坏人，他想骗你去他家，我们千万不能答应，知道吗？小熊知道了，吃完了大餐以后再也不理叔叔了。还要吃大餐？你这小家伙真是个小吃货。爸爸，我们结婚了，要永远生活在一起，我不会跟叔叔跑的。虽然叔叔家有12个零零的钱。大兄弟，小侄女，我回来了。叔叔，这漏风的小棉袄真是要把我气哭了。服务员，给我小侄女来餐厅最好的儿童餐。这是儿童餐？爸爸，吃，要吃，好香好香呀！虽然龙虾没妈妈买的大，但比妈妈做的香，好想吃。好吃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有钱的叔叔请客，菜好好吃。小侄女，叔叔听说你想挣钱，是吗？叔叔，你怎么知道？叔叔很有商业头脑，要不要跟叔叔学习怎么赚钱？商业头脑是什么？可以挣钱就好。叔叔，你还缺老婆吗？你看我怎么样？不可以哦，叔叔牙齿不好，吃不了嫩草。不过叔叔家有个5岁的小哥哥，你可以嫁给小哥哥。不行呀，爸爸说了，结婚后不可以喜欢小哥哥，好惨好惨，不能嫁给小哥哥就不能挣钱了吗？爸爸说的对，咱们不喜欢，咱们爱。喜欢大叔叔，爱小哥哥，并不矛盾，是不是？可是爱小哥哥有什么用呀？可以吃吗？想吃的想玩的，小哥哥统统满足你，还会给你钱随便花。会教我挣钱养爸爸和姑姑吗？会，当然会。无论你想做什么，小哥哥都可以帮你，只要你爱小哥哥。那我该怎么爱小哥哥呢？别着急，叔叔慢慢教你。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拉扣扣取下来，戴着太掉价了。脑壳有点疼，不想了，还是范范最重要。怎么把戒指摘了？叔叔要教我怎么爱小哥哥，怎么挣钱戒，不过要先摘戒戒。多谢冯总的款待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每天跟你们一起去上班，谁敢抢我的小熊，弄死丫的！小熊，妈妈有没有教过你，不可以接近陌生人，不可以听信陌生人的话？有呀，妈妈说占便宜的陌生人不能搭理，但是给钱的可以。小熊，你想和小哥哥学习赚钱，最好的办法不是爱小哥哥，而是让小哥哥爱你。爸爸，小哥哥爱我和我爱小哥哥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有区别。不过小哥哥爱你的话，可以给你更多的钱和好吃的。小熊，其实你姑姑特别有钱，你要抱紧她的大腿，知道吗？知道啦，要把姑姑娶回家，这样姑姑的钱就变成我的钱，还要找胖叔叔和小哥哥挣钱。姑姑，我好想你呀，你想我吗？有啊，姑姑好想小熊。今天和爸爸一起去上班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小熊都学会了。爸爸工作，我在旁边观察，看得可认真了。学会了，明天继续工作。明天姑姑也一起去。我也要去吗？我只想当米虫，上班好烦啊。今天冯总骗小熊了。什么？那个冯总居然还不死心，诱惑我们家小熊当他外甥媳妇儿。从明天开始，我每天跟你们一起去上班，谁敢抢我的小熊，弄死丫的！姑姑不要生气哈，妈妈说我们来世界是为了吃好玩好，谁欺负你就打死他。还是闺女好呀，贴心的小棉袄。要男人干什么？是啤酒不好喝吗？还是炸鸡啃不动？有小熊在，祈愿终于有了家的味道，真好。